大家好啊，我是优布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普门品的经文。若有持世观世音菩萨名者，摄入大火，火不能烧，由是菩萨威神力故。若为大水所漂，称其名号，即得浅处。我们先看，若有持世观世音菩萨名者，摄入大火，火不能烧，是由菩萨威神力故。那么这段经文啊，不管你是否是信仰佛教，往往很多人啊都会产生疑惑，也就是说，为什么持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即使遇到大火也不会烧着它呢？那么观世音菩萨真的有这么大的神通之力吗？其实啊，这里所说的火并不是指真正的火，而是指我们凡夫众生所谓的烦恼的火、愤怒的火、仇恨的火、贪欲的火、嗔恚的火，以致愚痴的火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种种情感反应，我们表现出过于激烈的现象，都可以称之为火。而如果你是经常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，那么即使你遇到了这种会引起你发火的外缘，那么对你而言，并不会被这些外缘所左右影响而发火，这才是这句话的真实意义。所以说，佛法是告诉我们如何调理身心的方法。比如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我们应该想到啊，观世音菩萨具有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难、广大无比的愿力，那么再加上他的智慧和修养，从而就完成了神威之力。因为这种力量会影响你，从而改变你自己，修养你自己。所以如果能够经常持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那么即使你遇到了会引起你发火、烦恼、不欢喜的外缘，我们都不会受到它的影响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我们在观世音菩萨的神威之力的感召所致。因为平常我们一直持念观世音菩萨，心中对他的崇拜尊敬会产生很多不可思议的现象，甚至于是一种力量。那么我们接着看，若为大水所漂，其实所谓的大水所漂是告诫我们不要随波逐流。因为世间人往往只是看到别人风光的一面，可是有些人的风光背后是不择手段伤害别人，从而满足自己。如果我们这样子随波逐流，就如同遇到大水非死不可。尤其是专门持念观世音菩萨的学佛者，更不可以随波逐流。而至于称其名号，即得浅处，则是告诫我们佛法是谈善巧方便的。然而很多人却把善巧当成了取巧，把方便当成了随便，这其实就是随世俗流转的现象。如果真正学佛的人，那么即使你遇到了任何的危难，你也可以冷静地去面对，从而把原来非常危险的事儿减少到最低的限度。这里的称其名号，即得浅处，是把严重的问题化解为轻微的问题。可是为什么还是会有问题的存在呢？因为佛法是以因果律为基础的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你是不是佛教徒，只要你造作业因，那么你必受其果报。而不同之处在于学佛的人虽然过去造作很严重的业，可是因为你学佛，
你修行办道，那么你就可以使你原来有的业以轻微的方式受果报。所以整句若为大水所漂，称其名号，既得浅处，是告诫我们不要随波逐流，不要忘了自己是学佛的人。我们如果能够依教如法，修行办道，那么原本非常严重的果报可能被所谓的洪流淹没，从而只要轻微的受报就可以化解原来的问题。而这个既得浅处是谈因果感报的现象。因为一般而言做什么因受什么果。比如杀人，你就必须赔人一命，杀人是因，你赔人一命是果。可是学佛的人即使过去有杀人的行为，因为现在学佛，就会学习很多关于佛法的修养，比如忏悔、六波罗蜜、八正道等，这些都可以减轻过去所造作的重业。而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淡化，最后所受的果报较为轻微。当然，佛教注重因果，没有不受报的因果。所以说，你即使是你学佛了，你皈依三宝了，你是佛弟子了，你依然还是要受报的。只是不同的是重的业可以受轻微的果报。因为在学佛的过程中你所做的功德，所有的修行都可以减轻过去种的业因，所以你才可以受较轻的果报。那么好，关于普门品的经文，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，摄入大火，火不能烧，是由菩萨威神力故。若为大水所漂，称其名号，既得浅处。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我是优步。